女人只因肚子痛做了个手术，醒来时竟发现自己被绑在了病床上，周围的环境与原来的病房截然不同，看起来更像是牢笼。疑惑之际，一个医生走了进来，这个自称巴赫的男人面带微笑的用钥匙给他解开了锁扣。丽莎问这里到底是哪，巴赫没有回答，而是让他好好休息。巴赫走后，丽莎急忙撩开衣服，明明才做完手术，刀口怎么就愈合了？该不会被绑架有一段日子了吧？怀揣着恐惧的心情走到门前，只见医护人员正推着一车的工具走进另一个房间，同时巴赫正端着一杯药向他走来。丽莎忙问道：自己来这多久了？怎么伤口都长好了？巴赫说：你来这并没有多久，只不过是我们用了一些非传统的治疗方法。丽莎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底是什么人能在手术过程中将自己绑架过来？看着走廊路过被挖掉双眼的病人，他更是被吓到后背发凉，该不会是落入了贩卖两脚羊的黑机构手里吧？此时隔壁房传来咚咚咚的声音，墙上的小孔递过一张纸条，对方自称黑哥，并问你叫什么名字。丽莎顾不及自我介绍，忙问到这里是哪家医院？黑哥回应这里不是医院。突然隔壁房传来挣扎呼救的声音，看来是传纸条的事被发现，黑哥被抓了出去，而且要面对一些非常可怕的事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丽莎也在传纸条，这里的人却并没有对她做什么残忍的事。相反，无论丽莎多暴躁回击，巴赫一直都很耐心地给她做问卷调查，有没有发生过遗憾的事，或者做过一些很后悔的事。丽莎不配合回答也没关系，她会在下一次复诊的时候重新问这些问题，直至得到满意的答案为止。丽莎所处的走廊排号293，病人的房门不会紧锁，可以互相串门交流，但不允许四处游荡。隔日，丽莎被带到一个集中检查的房间，传纸条的黑哥也在这里。丽莎问他昨晚遭遇了什么，黑哥说舌头被割掉了。And now you're talking to me. It grew back. 通过交流大致能推断出，这里是一个人类研究机构，病人们会被同一种方式反复折磨。光头妹是食物中毒进来的，被折磨的方式是被火烧。黑哥是一名专为坏人打官司的律师，车祸进医院后来到这里，被折磨方式是被割舌头。至于胡子哥的暂时还不清楚，只知道光头妹强调过不能靠他太近，更不要跟他独处同一个房间，因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畜生。这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警报，大家都称之为抽签时间，谁的病房警报灯亮起，谁便会是下一个被折磨的对象。没多久，胡子哥被拖回了病房。丽莎好奇地走了进去，只见胡子哥下半身受伤，似乎是没了什么东西。巴赫提来一袋橙色药水，说这是修复血清，只要在受伤不久后注射进去，病人就能在短期内恢复原样。丽莎这才反应过来，这里每个病人都在注射这个。Why did they do this to him? He did this to himself. 影片至此谜底已经揭露1/3，黑哥是给犯人做辩护律师，所以会被反复割舌头；胡子哥是个禽兽，所以要经历男人最痛，是一种以牙还牙的报应。不过主角丽莎此刻并没有留意到这点，她还在疑惑谁将她抓进来，还在想着如何与外界取得联系。巴赫将丽莎带到办公室，说要跟她谈谈照片里这个男人。丽莎却谈起了条件，我如实回答问题，能否接电话给我用？巴赫同意了，他这才缓缓道来，照片里的男人是我的前男友，一位钢琴调音师，同居过一段日子，因为性格不合分手。至于他为何上吊自尽我也不清楚，而他在钢琴里藏了10公斤面粉的事，还是警察告诉我才知道的。丽莎强调这是他知道的全部。巴赫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，将座机推到他跟前。丽莎骂骂咧咧为什么骗他，而巴赫只是温柔地解释，这都是为了你好快回房里吧。此时画面被拉到丽莎的回忆，画面里前男友是当着她的面藏面粉的，也就是说她刚刚撒谎了，她分明就是跟着前男友一起犯罪的。至于前男友为何会上吊自杀，这也肯定跟丽莎脱不了干系，要不然她也不会被带到这里来，更不会被巴赫审问有关前男友的事。而让丽莎感到意外的是，她无意间发现死去10年的前男友居然成了这里的护工。为了一探究竟，她一路跟踪来到前男友的房间。难以置信的是，里面竟放着10年前那架钢琴，以及前男友上吊的钢丝。I was just looking for my room. 丽莎被带到了手术台，医生去掉了她的小腿，但很快巴赫又用订书机帮她缝了起来。神奇的是，在修复血清的作用下，脚趾居然还能自如地控制。丽莎疑惑为什么要砍掉她的小腿，巴赫说这里的程序就是这样。半天时间不到，丽莎的腿基本已经愈合，甚至能站立行走。在跟其他病友的深入沟通后，丽莎了解到大家对这里的不同看法。胡子哥认为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实验，因为修复血清一旦放到战场上，那跟拥有一支不死军团没区别。光头妹认为来这里的人都罪有应得，因为她曾为解救600只即将被做成皮草的水貂而纵火烧死了抓水貂的农场主。
所以医生才会反复将他推进烤箱，让他也感受农场主的痛。而黑哥对医生们的目的并不在意，他相信巴赫说的，只需要听话待上3个月就能放出去，所以他一直都很守规矩。不过丽莎亲眼目睹过10年前上吊的前男友还在这，如果前男友在这待了10年的话，那么大概率黑哥不可能3个月就会被放出去。黑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怒斥巴赫为什么欺骗自己，并要求要见上头的管理部门。巴赫说3个月只是评估周期，评估过关可以获得某些机会，并不是放你出去，别理解错了。黑哥不相信巴赫的解释，坚持要求见上级。巴赫无奈只好将他带出去，你想见就让你见吧。I'm an expert at keeping my mouth shut. Of course you are.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illegal stuff. Doesn't matter. Wait! Helen, no, Helen, you don't have to do this. 没错，让他闭嘴真的很容易。在这里，谁不遵守规矩都会遭到惩罚，没有理由和逻辑可言，只有反复的折磨。丽莎找到光头妹问想不想逃走，如果想就一起合作。两人一拍即合。丽莎假装脚痛走不稳，让巴赫搀扶，然后借机顺走巴赫腰间的钥匙，并在办公室找到这里的图纸。两人换上医护工作服，然后顺着图纸指引找出口，可惜被一个眼尖的医生给认了出来。Possible fugitives wearing scrubs? Hallway K309. 两人加快脚步逃跑，但还是在转角处被几个医生逮住，眼看又要被抓回去，光头妹果断选择了自尽，因为一旦被抓住又会被送进烤箱，比起烘烤的折磨一刀了结来的会更痛快。而丽莎也趁着医生给光头妹施救的机会，偷偷逃离了现场。她找到了确切的出口处，并用偷来的钥匙打开了大门。门外是一片森林，她也顾不及这是哪里，只知道一个劲地往外奔跑，直至来到山间的一栋别墅。别墅里有夫妻争吵的声音，丽莎立即进去大声呼救。奇怪的是，刚才还在吵架的夫妻突然没了动静，甚至找遍整栋房子也不见人影。丽莎来到一个幽暗的房间，刚踏进去2步，却被前男友绊倒在地。回过神来，竟又回到了那个鬼地方，来不及反应便被医生给打晕了过去。醒来时脖子已被套上钢丝，随着医生按下升降键，丽莎被缓缓吊了起来。医生眼神犀利且看起来酷似前男友，显然他在对丽莎以牙还牙。不久后，丽莎的脖子被接了回来，巴赫一边给她治疗一边问起，现在能说说有做过什么错事吗？有没有终生遗憾后悔的事呢？丽莎依旧嘴硬，不愿说出真相，只是说自己有参与卖面粉，就这么多，没别的。巴赫没有逼问，默默离开了房间。康复后，丽莎找到光头妹，而此时的光头妹已不再有逃跑的念想，甚至接纳自己罪有应得的事实，现在只求他们能给个痛快。而丽莎在结合病友们的情况以及以上经历的一连串诡异事件后，得出了以下结论： Cassandra, we're already dead. 你是吃了毒蘑菇，黑哥是严重车祸，我是突发病做手术，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我们都已经死了。 And I think this place is hell. Wait, what did you do? Why are you here? 10 years ago, I killed my ex-boyfriend. 10年前，丽莎跟前男友偷运面粉，期间他们发生了争吵，前男友动手打了她。出于本能，丽莎抄起凿子反击，却不料刚好划中前男友的脖子。为了不坐牢，她将错就错，用钢丝套住前男友脖子，然后用吊钢琴的起重器吊起，伪造成前男友上吊自杀的假象，并将运面粉的罪一并推到前男友身上。而她不仅躲过了警方的调查，甚至跟负责调查的警官日久生情，结婚生子，组织了幸福小家庭。丽莎很清楚，如今的幸福生活都是骗来的。10年以来一直活在内疚中，所以每次晨运她都会跑到前男友的坟前道歉。弄清真相的丽莎找到巴赫，将自己的猜想说了出来，还问巴赫是不是地狱使者。巴赫有些欣慰说道：“你猜对了一半，我跟你一样，原本也是病患，我曾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，但病人给予我的权利和荣誉让我失了智，我跟药商勾结，不顾病人死活乱开阿片类丸子。来到这里时，他们给我服用过量的胆汁，让我无数次感受到病人们曾经历的痛苦。” Doctors torture other doctors. That's the way the system works. Whoever comes down here is evaluated. Then after 3 months, they are enrolled in the program to begin to torture others. Hell is a self-perpetuating system of cruelty.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? Since 1969. 丽莎又问：“那有没有人在这里死去，永远死掉的那种？”巴赫说：“完全死去是宽恕，地狱与完全宽恕无关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医生突然冲进来，将丽莎拖了出去。挣扎之下，丽莎撤下了医生的口罩，才发现对方正是前男友。前男友狠狠地掐住她的脖子，并试图套上钢丝。丽莎说：“记得我们曾经相爱吗？没人像我如此爱你。”前男友有些动摇，渐渐松开了钢丝。丽莎说：“我是10年来唯一坚持给你扫墓的人，我很内疚误杀了你。虽然无法改变这个事实，但我可以补偿。你现在把我吊起来吧，不要放我下来，让我彻底死亡吧。”前男友犹豫了片刻，放弃了复仇的念想。或许他也知道丽莎并不是有意要杀掉自己，亦或许他还爱着丽莎。他说：“这样行不通的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”两人走出房门，巴赫早已在走廊守着。巴赫问他们要去哪，前男友说：“与你无关，他之所以来到这是因为我，只有我有权选择是否放过他。”说罢，前男友一拳打倒了巴赫。
然后带着丽莎穿过一道又一道长廊，来到了一个红彤彤的悬崖边上。悬崖之下是滚烫的岩浆，前男友给了个眼神，丽莎清楚跳下去便能彻底解脱。却就在她即将跳下去时，一道惊雷打下，画面突然被拉到手术室。原来丽莎还在手术台上尽力抢救，而此时悬崖延伸出一条桥梁，桥梁前方一片光明，似乎寓意着她很快就能被救活。见状，丽莎走了上去，前男友也想跟过去，却没曾想当踏脚砖块就掉了下去，他只好放弃并催促丽莎快跑。此时砖块开始晃动了起来，丽莎只好助跑跳跃。丽莎咬牙坚持爬了上去，临走时还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前男友。丽莎从现实世界中醒了过来，医生说她抢救过来后昏迷了几天。I died? Clinically speaking, yes, you were dead for about 15 seconds. It felt like a lot longer than 15 seconds. 康复出院后，丽莎心里一直惦挂着梦里的经历。出于好奇，她查阅了巴赫以及其他病人的资料，没想到这些人物以及他们干过的坏事都是真实存在的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故事设定里，丽莎所经历的并非一场梦，她真的去过地狱。也许是她10年如一日的在前男友坟前忏悔的缘故，老天决定给她一次机会，要她好好做人。